印尼正将国家中心迁至1000多公里外的加里曼丹岛，此举将削弱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该地区的影响力，因为此举将推高印尼万家系海峡的重要性和价值，并冲击马六甲海峡作为目前亚洲最重要海峡的地位。马六甲海峡是由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印尼、泰国4国共同管辖，但因其地理条件因素，自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从中受益最多。而印尼一侧由于海水浅岸较多，所以至今都没有发展出什么大的港口。关于这个，我之前也做过一系列的视频，专门讲述马六甲海峡。如果你没有看到的话，请按上面链接去看，或者下来频道找也行。印尼方面也显然已经放弃依靠马六甲海峡发展起来，并想另开辟途径，通过它另一条海峡崛起，那就是万家系海峡。这是一条完全由印尼一家控制的海峡，不像马六甲海峡这样由马新印泰4国共享。而该海峡也一直被定位为非常繁忙的马六甲海峡的替代航道。现在随着一个经济和人口大国的首府将在这里铺开，将能够提升该海峡的使用率和知名度，吸引更多的船只穿过和停靠。万家系海峡是亚洲和欧洲间的重要国际海上通道，是从南海、菲律宾到澳大利亚的重要航线，也是东南亚区际间航线的捷径，是世界上具有重要经济和军事意义的8大海峡之一。将首都迁至东加里曼丹岛，将使印度尼西亚所在地更接近其感兴趣的地区，即西里波斯海、阿拉弗拉海和太平洋。众所周知，印尼接着利用其令人生畏的中心位置，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充满活力的亚太强国。印尼对全球海洋支点的意愿及其塑造东盟亚太展望中的作用，证明了其发挥这一作用的愿望。结合印度尼西亚在纳斯纳岛及其周边地区的发展，其成为海上参与者的目标显而易见。大家好，我是尼克斯，尼克是一个专注于用国际知识的频道。如果你还没关注我的话，现在是时候关注了，还要记得打开小铃铛，我会每周更新。上一期我就谈到了印尼即将崛起成为亚洲的超级大国。如果你还没看到的话，请按上面链接去看，或等下来频道找也行。若站在国际政治角度来看的话，迁都也将开启另一个政治势力的新格局。过去国际上关注的东南亚势力均集中在马六甲海峡沿岸，其中曼谷、吉隆坡、新加坡均落户在该航道上，这也是为何东西方十分关注该航道的发展。然而，随着印尼将主要的政经中心从雅加达迁往婆罗洲后，该区可以借由大洋洲连接澳大利亚和纽西兰，侧翼是万家系海峡。不仅如此，印尼其他区域尚可继续与马六甲海峡对接。换言之，这为印尼打通多一条政治势力航道，进一步提高印尼的国家地位，并冲击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亚洲航道上的优势。各国的军舰一般也不喜欢走马六甲海峡，因为水太浅。马六甲海峡长约1080公里，平均深度也只有27米，最深处也不过150米。军舰有其吃水标准，水较浅的海域，军舰通行是不太有利的。万家系海峡平均水深高达960多米，是马六甲海峡水深的30多倍。万家系海峡最深处可达2450多米，这样深的海水自然便于军用船只通过。美军的军舰就是喜欢走万家系海峡。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，为了争夺该海峡的控制权，日本的联合舰队和盟军曾在1942年1月在万家系海峡进行过闻名于世的万家系大海战。你认为呢？马六甲海峡的地位是否会受到冲击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您的看法，让我们一起交流吧。好，我今天分享到这，喜欢的话欢迎点赞、关注、分享，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，我会每一周更新。如果你想看为何印尼突然想迁都呢？而新首都又是长什么样的呢？可以来到频道看之前的作品。好，我是尼克斯，尼克是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，记得关注或订阅哦。